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冯小刚加赵丽颖等于爆款，但女主选角引争议，网友直呼悬了。要问在演艺圈里，哪位演员在剧中扇巴掌最多，下手最狠？难道会是下图里看上去温柔可人、端庄贤淑、柔弱无骨、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家风范的赵丽颖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在《与凤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以及风吹半夏等剧中，赵丽颖饰演的角色常常因为一点小争执就火爆动手呢？不用看对话内容，光是看赵丽颖拿起凳子、动手以及挥动袖子打人的动作，那股狠劲儿就十足，真是演得入木三分。瞧，以只主动出击，绝不轻易受制于人形象著称的赵丽颖，在电影《向阳花》里同样展现了一段霸气十足、掌乖对手的戏码。毫不夸张地说，就算只通过屏幕看到她咬牙切齿的神情、果断出手的动作以及那响亮的巴掌声，都能让人感觉到被打的那个人脸仿佛已经肿得像猪头一样了。随后，画面中出现了赵丽颖，她似乎仍未消气，骑坐在对方身上，用她那苍白瘦弱的手臂，一边责骂一边动手打人，这样的行为显得非常不妥。仅从兰西亚被吓得翻白眼的场景来看，可以推测当时赵丽颖的表情可能相当严肃，甚至有些凶狠。对此，观众们纷纷热议说：“你何必去招惹他呢？他可是个连天上地下都无人敢惹的角色。”双引号。有些观众开玩笑说，在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赵丽颖就算怀着孕，还拿着剑找人理论呢。相比之下，在《向阳花》中，她只是想给女儿买个人工耳蜗，这有什么不行的？双引号。不过，当由赵丽颖、王菊、兰西亚、程潇和踹妮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向阳花》刚刚确定播出日期时，赵丽颖的一个剧情片段就迅速登上了热搜榜。但这个片段并非是她以往那种引人注目的打斗场面。说到底，程潇和踹妮的镜头表现可能不算特别突出，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相关的视频剪辑片段流出。尽管只排在第24名，但好歹也算有些关注度，不用担心电影上映后票房不尽如人意。冲上热搜的是一组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图片，画面充满了磨砂般的质感，展现的是血肉模糊、鼻青脸肿的景象，图中人物显得极为落魄和窘迫。这些造型如此相似，让我感觉像是又回到了第20条的情境里，真担心看剧时会不会串戏到其他角色或情节上。同样的发型显得凌乱不羁，同样的吊带装散发出十足的魅惑力，同样的满脸血迹造型，让人感觉就像是直接复制粘贴过来的一样。赵丽颖的发型服饰保持不变是一方面，但她难以展现出高月香在不扇人巴掌时的那种强悍与凌厉气质。高月香入狱的第一天就被人贩子出身的狱友推搡，等她回过神来，立刻冲上前去，狠狠地甩了对方一巴掌。这一幕真是又飒又解气，充分展现了她的性格，有求必报，绝不拖延。然而，望着她连连踉跄，几乎要跌倒的身影，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娇弱无力、毫无气势这样的描述。明明是高月香遭受了殴打，但她的脸上却满是迷茫和惊讶的表情，显得异常而又不合情理。相反，站在高月香背后的黑妹，脸上露出的是你再动一下试试看的威胁神情，这才是真正厉害的人应有的表现方式。看完电影《向阳花》中高月香被推得连连后退的那一幕，我不禁想说，赵丽颖那看似纤弱，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的身体，似乎缺乏足够的狠力气场，难以完美诠释出那种亡命之徒的罪犯形象，只适合那种让人心生怜悯、历经磨难的角色。就像高月香出狱后，在餐桌上嘀咕着说，以后要是还有人敢欺负你，咱们就去教训他。这样的情节，除了缺少大姐那般威风凛凛又贴心的状态外，她嘴角轻轻下垂的样子，
仿佛下一秒就要忍不住笑出来，显得有些狼狈。那么，你们是否认为赵丽颖的演技缺乏那种威武的气势和专注度，就像冯远征所批评的那种像僵尸一样面无表情的表演呢？双引号。不得不说，当初得知电影《向阳花》是由冯小刚执导的，我还挺期待的。毕竟2017年公映的电影《芳华》为冯小刚赢得了包括最佳导演奖、最佳影片奖在内的诸多荣誉。当观众目睹因战争失去右手臂的刘峰用他那乐观的态度安慰萧穗子的场景时，无不为之动容，泪水夺眶而出，直至泪干。只想说，导演真的很会拍，黄轩的演技也很在线。那么，在了解以上信息后，对于结合了犯罪元素且主角造型神似赵丽颖的电影《向阳花》，4月4日那天，你们会选择去电影院观看吗？还是说，就像有些观众说的那样，赵丽颖一出演就是古装偶像剧的风格，对此不抱太大期待吗？冯小刚执导，赵丽颖主演的《向阳花》未播先火，一经公布便迅速登上热搜，引发了大量讨论。作为一部备受瞩目的电影，冯小刚的回归本已让影迷充满期待，而赵丽颖的加盟更是让无数粉丝兴奋不已。然而，电影尚未正式上映，便因女主选角问题引发了巨大争议，不少网友直呼悬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众所周知，冯小刚是中国电影圈的重要人物，他曾执导过《天下无贼》《非诚勿扰》《芳华》等多部经典影片，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他擅长描绘现实主义题材，讲述普通人的生活百态，并以幽默辛辣的叙事风格深受观众喜爱。因此，向阳花的消息一出，大家对这部作品寄予厚望。与此同时，赵丽颖作为当前炙手可热的女演员，演技早已获得大众认可。从花千骨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她的角色塑造能力一次次得到验证。尤其是在《幸福到万家》中，她成功挑战了现实主义题材，并凭借扎实的演技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因此，赵丽颖参演冯小刚的电影，无疑为影片增添了极大的吸引力。然而，正是这样一部充满话题度的电影，却因女主角的选角问题引发争议。从目前曝光的消息来看，不少网友认为赵丽颖的气质与冯小刚以往电影的女主角风格不太符合。冯小刚过去的电影多以大女主或极具年代感的女性形象为主，比如《芳华》中的苗苗、1942中的徐帆等。而赵丽颖长期以来塑造的角色多以古装甜美或坚韧励志风格为主，因此部分观众对她是否能完美融入冯小刚的电影世界表示质疑。除了气质问题，部分网友还对赵丽颖能否驾驭角色的复杂情绪提出疑问。冯小刚的电影往往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底色，角色需要极强的内心张力和情感爆发力。而赵丽颖的表演风格相对内敛，虽然近年来她在演技上有很大突破，但这次是否能完美适配冯小刚的风格，仍是个未知数。尽管如此，仍有不少观众力挺赵丽颖，认为她完全有能力挑战新的角色。赵丽颖这些年一直在尝试突破自我，从偶像剧到现实主义剧，再到电影，她的成长有目共睹。她的敬业态度和努力程度也是圈内公认的，曾多次被导演和合作演员夸赞。因此，与其急着否定，不如期待她如何在冯小刚的指导下，塑造一个全新的银幕形象。此外，冯小刚本人也表示，他在选角时考虑的是演员的可塑性，而非既定形象。他强调，赵丽颖的敬业精神和演技潜力是他决定合作的关键因素。他相信，在他的调教下，赵丽颖能够展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表演风格，带给观众新的惊喜。从市场角度来看，向阳花仍然具备极大的商业潜力。赵丽颖的粉丝群体庞大，基本盘稳定，而冯小刚的品牌效应也不容小觑。如果影片能在剧情、表演和制作上达到高水准，那么即便早期有争议，也可能会在上映后逆风翻盘。
对于观众而言，我们或许可以暂时放下成见，给这部电影和赵丽颖一个机会。毕竟，影视作品最终的成败还是要靠实际表现来决定，而不是仅凭一张选角名单就下定论。当然，争议也能成为电影宣传的一部分。在如今的市场环境下，话题度越高的作品，往往越能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此次围绕《向阳花》的讨论，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是对影片热度的一种提升。而最终的结果如何，还需要等电影上映后再下定论。最后，期待《向阳花》能带给我们惊喜，也期待赵丽颖能够突破自我，在冯小刚的指导下，展现前所未有的银幕魅力。不管外界如何评价一部电影的真正价值，还是要等到观众走进电影院，亲身体验后才能得出答案。让我们拭目以待。时尚就是王一博的。今天也是期待王一博闪耀巴黎。王一博不愧是我们的大漂亮，做什么都这么漂亮，想让你看，毫不吝啬，不想让你知道，那就密不透风。一句话，王一博干得漂亮，手握3大奢牌，坐拥全球至高头衔，一个具有开创性、时代性的男人。闪耀巴黎时装周，东方面孔正在创造历史。巴黎时装周，期待着机场秀，扑了个空，等了个寂寞，机场变成接住里的搞笑场景，一脸茫然，终究是错付了。坐等在法国的摩托姐姐们的讯息，结果看到大胖人鱼的气球，那一刻我笑出大鹅声，要不要这么搞笑？每次这只大胖人鱼一出来，保准接不到人。估计就是因为他的出现，直接把王一博给气迷糊了，心里嗷嗷叫，从此我们是路人。别怪我们大漂亮王一博喜欢躲猫猫，因为这才是真实的大活人，他有自己个性，更有自己的态度，他不想让你看，那就不给看，谁让你们整天把我表情包输送在各大评论区，我这脸不要也罢。什么机场秀，大漂亮王一博哪次不是全副武装，包裹严实，口罩帽子一应俱全，就是不想被围堵，步履匆匆，看得出来他并不想这样，奈何品牌加深，不得不秀一下。与此同时，我们看得出来，如今的王一博已经不在我们认知的赛道上行走，他这次可是巴黎时装周的重头，3大秀场，2大集团，顶端至高的头衔，时尚圈拿下权威认证的艺人。王一博这次行程注定是万众瞩目。王一博作为我们的门面担当，更是上交给国家的男人，代表着我们 Z 世代年轻人，一举一动都彰显着国人在海外的风貌，所以他才会更加注重形象。都知道王一博如今的形象更以正面为主，是我们货真价实的国货，作为我们的国草，再加上高流量高热度的加持，他所在自带关注度更是热度集中地，更不会在公开场合引发大范围的围堵或者出现接机人潮涌动的情况。有没有发现，这次帮我们传达讯息的人员不再是王一博的工作人员，而是一些编制人员？好了，一切都是我猜测，因为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大漂亮王一博作为我们的国草，已经完成飞升，他是高价值的输出，他有自己的话语权。足够说明一点，他有自己的旷野人生，一切的硬控都是自己说了算。乐华娱乐这种娱乐圈属性的公司，显然已经匹配不上王一博的段位，自然会打入冷宫。各位摩托大军们的吃下定心丸，跟上大漂亮的步伐，看他一路开挂又多彩的人生，看他的纪录片，看他的规划，看他多赛道开屏，看他拍的作品，看他在重大场合出现，红歌一首接一首，这才是我们该追的星。王一博以独特的时尚态度和个人魅力，再次征服了巴黎时装周。这不仅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他在国际时尚圈影响力的又一次突破。从街拍到秀场，从品牌合作到官方活动，王一博的身影无处不在，他的每一次亮相都成为了全球粉丝和时尚界关注的焦点。此次巴黎时装周，王一博受邀出席多场顶级秀场，无论是他的造型选择，还是品牌对他的高度认可，
都充分证明了他在国际时尚领域的地位。作为一个横跨娱乐、赛车、舞蹈、影视的全能艺人，王一博在时尚领域同样展现出了卓越的品味和独特的风格。他的穿搭既融合了高级感，又保留了个人的酷飒气质，每一次出场都能掀起热议。在秀场上，王一博身着某顶级奢侈品牌的定制西装，黑色剪裁利落，整体造型低调而不失贵气，完美诠释了极简高级的时尚理念。他的造型不仅展现了品牌的设计精髓，更将东方男性的魅力与时尚感提升至新高度。他的气场与该品牌的理念不谋而合，展现出极强的时尚表现力。品牌官方社交账号也第一时间发布了他的造型照，并配以极高的评价，直言王一博是品牌未来的灵感缪斯。不仅如此，他在巴黎的街拍同样成为热议话题。无论是休闲风、复古风，还是硬朗的街头风，他都能轻松驾驭，展现出强大的时尚感。许多国际知名时尚博主和杂志纷纷对他的穿搭给予了极高评价，甚至有人称他为亚洲时尚新标杆。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此次还与多个国际品牌展开了合作，不仅限于时装领域，还涉及到珠宝、高端腕表、潮流单品等多个方面。他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流量明星的定义，更多的被视为一个真正有品味、有态度、有时尚话语权的艺人。从国内到国际，王一博的时尚之路从未停止。他的每一次突破都在不断挑战着人们对时尚的定义，也让全球粉丝看到一个年轻艺人如何凭借自己的努力和风格，在国际时尚圈占据一席之地。他不仅仅是品牌代言人，更是品牌精神的一部分。他的存在让品牌的形象更加立体和生动，而他的成功绝非偶然。从早期舞台上的个性穿搭，到后来不断尝试各种风格，他对时尚的敏锐度和驾驭能力都在逐步提升。他不会被潮流所定义，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诠释时尚。他的风格自由，不受限，既能驾驭极简黑白风，也能挑战大胆前卫的设计。正是这种包容与个性，让他在时尚界越来越受认可。王一博的时尚之路仍在继续，他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巴黎时装周只是一个新的起点，相信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我们还会看到他更多的精彩表现。他不仅仅是一个明星，更是一个时尚符号，一个象征着自信、突破和独特魅力的存在。对于粉丝来说，每一次王一博的亮相都是一次视觉享受，也是一次新的期待。他的时尚之旅不仅仅是个人成长的见证，也是一种态度的表达，勇敢尝试，勇敢突破，不被定义，活出自己的风格。希望未来的王一博能够继续在时尚领域大放异彩，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同时，也希望所有关注他的人都能从他的故事中汲取力量，勇敢追寻自己的梦想，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无论是时尚还是人生，我们都应该像王一博一样，不断突破，勇敢向前。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